我们送走一飞冲天的金龙年，准备迎接的呢是匍匐前进的金蛇年。面对市场行情进两步退一步，投资人呢应该要用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从2024年年底到2025年初，美股经历了上冲下洗，随着川普就职的时间逐渐靠近，三大指数呢也都出现了修正。CNN 恐惧贪婪指数还在1月10号走跌到了27，距离极度恐惧的门槛指数25只有一步之遥。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迎接金蛇年，投资人应该如何应对。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首先呢，我们来看美国的经济。川普上台前的状况其实呈现出这一轮生产力循环成长期阶段的最佳状态，尤其呢是12月底公布的美国第三季 GDP 完美呈现了这个趋势哦。实质增长呢从 2.8% 上调到了 3.1%， 名目增长呢也从 4.7% 上修到了 5%， 大约呢是增加了206亿美元。而上调的来源呢来自于个人消费支出和进出口的贡献，减少的项目呢则是来自库存建构。那这也意味着呢更强劲的内需动能增长和更平衡的外贸结构。因为库存的建构比预期低，就暗示未来的几个季度呢将会有更大的回补库存需求。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这些鼓励呢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再次感谢频道会员，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和分享。新的一年，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产业发展，掌握投资脉动。那如果呢，我们把观察期再拉长一点，回顾过去6个季度的趋势，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2024年初开始，我们一直反复提到的金发少女经济呢，是怎么样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过去6个季度，美国的实质 GDP 增长呢，分别是 2.8%、3.2%、3.2%、2.9%、3%和 2.7%。那平均增长呢，刚好就是 3%。那另外呢，2024年第4季的 GDP 也有很高的几率会接近 3%。如此一来呢，经济高速增长将会进入第7个季度，代表呢已经不单只是基期因素。那同一段时期的通膨情况呢，PCE 价格指数年增率呢，分别是 2.8%、2.4%、2%、3.7%、2.8% 和 2.2%， 平均起来呢是 2.65%， 横跨6个季度，同样代表呢这已经不只是基期效应，而是真实的通膨增长回到了正常。而温和通膨加上强增长，就是过去2年经济的主旋律，也是这轮生产力循环的景气成长期扩张的重要基石。而这样的趋势呢，有机会持续延伸到明年的上半年。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业市场。目前时薪的增长呢，已经逐渐回落到正常的水平，而牵动1月大跌的12月非农数值呢，则是大增了 25.6 万人，远高过市场的预期，导致市场对于货币宽松路径的动摇情绪，所以呢才会重挫。但是事实上呢，这并不是需要担忧的数值哦。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稳定的就业市场能帮助景气扩张；从缓解缺工的角度来看呢，某种程度呢也可以帮助压抑薪资的增长。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美国市场呢进入了2024年的第4季之后呢，不论呢是新开职缺重新站回了800万，或是初领失业金呢逼近了2022年7月的半世纪新低，都显示出来呢就业市场的扩张非常的稳定而且强劲。那这样的扩张呢需要担忧吗？其实呢并不需要。如果我们把波动很大的非农数据排除在外呢，来看波动比较小的 ADP 小非农数值，就可以发现过去1年呢非农扩张其实维持着几乎完美的扩张水准，也就是呢平均增长 15.18 万人，而这是一个不太会刺激通膨，也能够巩固经济扩张的水准。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样的理想就业增长步伐下，时薪年增率呢已经连续9个月都低于 4%， 显示呢来自薪资端的通膨压力正在缓解。那这将会帮助巩固金发少女经济形态的进一步确立。那接着呢，我们来看消费的状况。从去年第3季的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落底之后呢，消费者的信心呢就开始进入缓步上扬的周期。1月数值呢虽然比2024年12月稍微下滑，
但还是5月以来的次高水准。这不但协助消费者呢，在2024年的10月和11月，在实质个人消费支出项目增长来到 3.1% 和 2.9%， 还重新点燃了汽车和房屋销售的复苏之火。那从图表中显示，汽车销售在2024年的最后2个月增长呢开始加快，11月、12月呢分别增长了 7.5%、5.1%， 表现是蛮不错的。那房市呢虽然相对的低迷，不过呢具有新屋前瞻指标性的营建许可年增率呢也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最好的表现。而成屋销售的部分呢，在需求提升和2024年第一基期的助攻之下，年增率呢悄悄回升到了 6.14%。随着川普上台之后呢，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解除，搭配稳健的就业市场和乐观的消费信心，房市呢和股市都有机会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张。那这也会进一步的推升这轮景气成长期的最终高点和周期长度。川普的上台加大了中小企业的信心，有效刺激企业发展。那因为呢，川普呢已经不是政治素人了，身为投资人呢，要如何复习第一任的相关经验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当年川普上台之后呢，最戏剧性的一个数据表现，就是小企业的信心和乐观度呢都明显的跳升。那所以呢，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小企业的状况。这其实呢是市场很容易忽略的环节，但是呢却对美国的经济非常的重要。那这是因为呢，美国虽然有很多的大企业，但是呢，小企业对于美国的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呢，远比想象中来的大。那例如说呢，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从2013年到2023年呢，250人以下的小企业，虽然呢只提供了 46% 的总就业人口，但是呢，新增就业的占比呢，却高达了 55%。回顾过去，川普第一个任期呢，让 NFIB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大幅飙升，影响所及呢，还拉动了整体产业的扩张动能。特别呢是在2017年到2018年间，增长水准和奥巴马时期都有很明显的差异。这一次川普卷土重来，再一次入主白宫，也再度的触发小型企业的信心指数大增。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在2024年的12月也冲上了 49.3， 是2024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准，离荣枯值呢更只有一步之遥。其中呢3个重要的分项指数，新订单、生产和出口订单都顺利站回了荣枯值以上。那另一边的服务业指数呢，也在2024年12月也回升到了 54.1， 其中呢生产和新订单呢更高达 58.2 和 54.2， 都是非常强劲的表现。那这显示呢，川普第一任的经验有很大的几率呢会很快的再度复制。那川普上台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台湾传统的农历年了。当我们送走一飞冲天的金龙年，准备迎接的呢是匍匐前进的金蛇年。面对市场行情进2步退1步，投资人呢应该要用平常心来看待。总结来说呢，这边不难归纳出清晰的投资路径，那就是面对偏悲观、趋避风险的市场情绪冲刺，投资人呢应该拿稳心态，持股续报，甚至呢可以适度把握难得的震荡拉回，趁机布局。2025年应该是一个值得抱股过年的好年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会抱股过年吗？ A 会，长期趋势呢没有改变。 B 不会，变数太多，充满不确定性。C 只会减码留意风险，但还是持有部位。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